哎，那不是杜元帅吗？是啊，他这是要去哪儿？该不会是想弃城而逃吧？走，看看去。哎，杜帅这是要去哪儿逍遥啊？我要去三角洲督阵。听说阁下近日足不出户，今儿怎么想起督阵去了呢？就是。不仅督阵，而且还要打仗呢。要去跟金贼打仗，咱们一道去。你杜大元帅枉杀了多少人？目前情况稍有紧张，你便想弃城而逃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你哪是去打仗，咱定是要做逃兵。你们要造反吗？金不犯宋，宋何以战？官不逼民，民何以反？快死！回去！你们不能让他走！回去！杜帅，按照约定，金营的队伍已经在城北门外了。传令下去，反倒我路者，阁下无论。是，下马。我们出去。他们朝百姓动手了，咱们杀吧！苏庆，回来！你们不能去，等大哥回来再做生意。还等什么大哥？你们不能退，那就看着他们杀百姓啊！这出事端了，如何是好？可百姓，大哥只让咱们监视他们，没有让咱们动手啊！咱们要以大局为重，不能退。哎呀！快点，手脚麻利点。去，赶快上船。去。袁将军，是不是想跟我去大金那儿享受荣华富贵啊？我想让你留下来享受囚牢的滋味。谅你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拿我没有办法。不过我们相识一场，我倒要给你一个忠告：不要逆势而为。如今大金要得天下，要知道不可为就不要为了。可惜我岳飞不是你杜充，我今天便要逆势而行，将你留下。为什么要苦苦逼我？你口口声声说要报效朝廷，为什么为了私人恩怨要来追杀我？有这么多的降金指挥官，你不去追杀他们？你坏事做尽，私仇肯定是有的。但我今天要杀了你，是因为你是三军统帅。你若是降了，三军便乱了。我今天宁可杀了你，也不会让你走。
小的哈密赤带健康投降官员前来拜见皇太子，祝皇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。祝皇太子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两方交战，各为其主。从者不罪，降者不杀。各安其分，勿惊勿扰。谢皇太子恩典。四太子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；不知彼而知己，一胜一负；不知彼不知己，每战必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写给杜充看的，还是写给我看的？依小的看，这是写给赵构看的。赵构，不知道他在临安还能否安寝？说不定这会儿已经跑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他能跑到哪里去。找好吃的。娘，我不饿。健康失手了！快跑啊！健康失手了！快跑！别往那边跑！快跑！这位大哥，朝廷的官军去哪儿了？皇上都跑了，前面正打着呢，那到处都是金兵在抢老百姓啊！你快别往前面走了，快跑吧！娘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健康失手了，东西别管了，我们去找爹。快逃命！真没想到，杜充连反抗都不反抗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健康给放弃了。只可惜让他跑了，否则我一定亲手杀了他，让他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。大哥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摆脱杜充，独自乘义军和金人打仗了。健康失手了，皇上也逃到了海上。哎，大哥，说句心里话，你觉得现在咱们还能抗金吗？现在我们已经没有粮草了，我们能走到哪儿啊？朝廷现在已经危在旦夕，不会再有人理会咱们。我越想，我这心里就越没底啊。想想那些父老乡亲，他们就是我们的爹。还有宗帅临死前的3呼过河，他的遗愿
也是我们的敌。难道你们忘了吗？我没忘，我没忘，我也没忘，我没忘，没忘。四太子，那个宋朝的皇帝赵构已经逃到明州去了。我们的大军在临安的时候，他就已经逃走了。没想到一个做皇帝的竟然也会这么胆小。看这架势，他恐怕打算一直躲下去。他躲到哪儿，我就追到哪儿。我就不信他能躲到天上去。四太子，这个赵构已经逃到了明州。如果我们继续追下去，有可能战线会拉得太长，而且军需物资很容易跟不上。再说，如果我们想返程的时候，恐怕也有困难，容易遭到宋人的反扑啊！哎，不必多虑，我已经想好了对付他的办法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取他的脑袋。杜充投降了大金，剩下岳飞是一目难知，无奈离开了建康。金兀术马上带兵杀进了建康，挥师南下，一心要捉拿宋朝天子。那宋朝皇帝带着满朝文武群臣逃跑，跑来跑去，这人越来越少，只剩下天子等君臣7人。他们君臣昼夜兼程，翻过多少大山，横渡多少河流，一心要甩掉追兵。怎奈那金兀术是穷追不舍呀！赵构君臣无奈，只可玩命逃跑，跑来跑去，再往前边这么一看，好，前边已经是大海，是无路可走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哎，天子突发奇想，今人呐不识水性，我何不到海里去呢？随后命人打造了几十只大船，把带的金银珠宝、淡水、粮食都装到船上，干脆把朝廷搬到海里。我呀，到海里去当皇上，嘿嘿，这是千古奇闻呐！爱妃，赵大人，秦桧。皇上，皇上该上早朝了。把这给擦，快点，这儿，擦干净啊！哎，这里呀，这灯擦干净。秦桧叩见太宗皇帝。皇上，
在下此次带来的礼品，全都是奇珍异宝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，两方交战各有损伤。再者，如今已经到了初春的季节，如果继续打下去，恐怕金兵也会难以适应的。不如暂停交战，这样对双方都会有好处。好处？我大军早已占领了健康城，你们宋朝的江山早就是我们的囊中物了。是，皇上所言非虚。可是，请受在下直言。你说吧。皇上，江山要稳固，除了军队，还要讲究经营二字。常年征战，这样不利于社稷。如今大金已经是兵强马壮，威震天下，也该到了坐江山的时候了，请皇上考虑。先退下吧，等我看完之后再做定夺。是，秦桧告退。这次赵构让步挺大的，是该议和的时候了。沃里布，你呀，怎么就看不懂大事呢？如果这次乌珠把小皇帝也抓来，那我敢肯定，南朝50年无人敢反。如若相反，让小皇帝喘过气来，他还会来咬我们一口的。皇上言之有理。不过，秦桧是个可用之才。万一乌珠南下有不顺，还有他的用处。是皇上。玉京曾忆昔繁华，万里帝王家。琼林玉殿，赵玄闲馆，木列生帕。花城人去，今萧索。春梦绕胡沙。家山何处，忍听羌笛？吹彻梅花。父王，你要保重龙体呀！少华，多思伤身，身体要紧。我这个病康复已经无望了。
想我曾经乃大宋之主，如今却身陷囹圄得超生，比常人之苦难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如今我已老迈，竟然还要客死异乡，真是情何以堪呐！太上皇，千万不可有此想法。听说今日有宋朝使节来访，再谈和议。我会让他带话回去，让他们无论如何先把你迎回宋朝。爱妃啊，昔日在宫中佳丽云集，话多眉眼，不见真情。到了今日，知道你是对我最真心的一个呀，爱妃。这既是你的妻子，同甘共苦，生死相随，是应该的。禀报四太子，抓到一个降将，自称是杜冲。杜冲，参见四太子。末将奉四太子之命，弃守健康，赤胆忠心，望四太子明鉴。这么说，你是诚意要归顺我大金了？末将虽为汉人，可有句老话叫做“良禽择木而栖”。如今宋朝民生凋敝，百业困顿，灭亡之日不远矣。而大金则蒸蒸日上，势如破竹。不远的将来，中原将是女真人的天下。你倒挺会见风使舵的呀！末将只是顺势而为之。末将愿效忠大金，为四太子马首是瞻。四太子三思，此人既可以出卖大宋，日后他也一定会出卖大金，此人不可留。我倒是觉得这个人知晓不少宋军的内情，对于我们以后排兵布阵有极大的好处。这个人可以留。是。好，既然你说你要效忠我们大金，那凡事可都要按照大金的规矩来。好，来人，松绑。是。是。
是干什么？这是我们女真的剃头编发礼，开始吧。谢太子。县衙，县官都跑了，咱们可以先到那儿去落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王谢，他的部队到处抢老百姓的东西，老百姓都吓跑了。面对京寇不战而逃，见了百姓，反倒成了虎狼。这等恶贼，我要为民除之。兄弟们，大哥，你们整顿队伍，安营扎寨。 不许骚扰百姓。是。大哥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王谢算账。都饿了3天了，再这么下去可怎么活呀？哎，比俺老家发大水的时候都饿，要人命啊！哎，都别说话了，省点力气吧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饭吃呢。这皇上都跑了，咱们还在这儿受什么罪呀？不是。
大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吃的。难道咱们就不能想想办法吗？能想的办法全都想了，现在十室九空，全城的百姓携家带口都往南跑了。哎，这不就找到这几个包子？大哥，这包子根本没法吃，又酸又硬。算了，吃了要坏肚子的。哎，大哥，你好吃。一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，哪儿是酸的？这是酸菜馅儿的。大哥，这好吃。兄弟们，酸菜馅的包子，来，都来吃！来来来！哎呀，这也太难吃了！这，哎呦，他娃的，俺出去找睡了，俺就不信大伙人能让尿憋死！站住！捡起来吃了。大老爷们儿，咋能成这样？人家王谢的病，想要什么伸手就拿，就咱们连口吃的都不让要。人家吃香的喝辣的，就咱们喝西北风。你不按俺们讲，俺不讲，俺就是找口吃的也不行啊！你看上面写的什么？你知道，俺不识字。公生明，廉生威，耳奉耳禄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不明白。贪官污吏，穷兵黩武，是5代以来的通病。所以太祖皇帝颁诏，在各府州县衙立此戒时。咱们吃的俸禄，都是民脂民膏。如果我们像王谢那么做，
跟金鲁又有何异？还谈什么保境安民？好，咱不夺不抢，可皇上都撒丫子跑了，谁还管咱们呢？现在给养用完，粮草告罄，大哥，我看你怎么对付。不管想什么办法，反正冻死不能拆屋，饿死不能掳掠。撤！吁！梁哥，怎么样？有岳大哥的消息吗？健康失守后，杜冲就投金了。岳飞部队现在是上找不到朝廷，下找不到统帅，如今是没粮没米，怕是挨不了几天了。你见到岳大哥了？没有，王谢纵兵劫掠，差点被他抓到。那我们忠义社可以储备些粮食，给岳大哥送过去啊。金军一路打过来，各地堂口都已遭到破坏，若要恢复联络，起码半年光景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呀！我也很担心呢。如今各地将领，要么投金，要么落草为寇，劫掠百姓，难呐。哎，素素，你干嘛去啊？等我好消息吧。驾！将军，怎么办呀？十室九空，这人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看金人来了，都跑了呗。将军，这人心都散了，再这么走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我都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哪还管得了那么多人呢？将军，这么走下去真不是办法。要不，我们进京面圣，向皇上禀明情况。皇上都不知道哪儿去了，上哪儿找皇上去？那，将军，我们现在好歹还有几千兵马，要不投奔杜帅，投金得了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流，画着六湖龙歌风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我神州？情难写，意难结，缘难留。云天高，浮名袍，壮志愁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，惊闻沧桑？胡马闯，誓要当今滔天作浪。踏过风浪，任青丝化成霜。北风狂，一边直渡万里战四方。跑过山，何方忠魂埋骨他乡。无悔一场，岂止泪湿柔肠。唱歌一曲，日暮天涯歌。
中一生。